日本4艘执法船进入台海地区是预演，日本的右翼政客正在谋划从台湾地区撤离2万侨民，时局表明，日本政府试图干涉台海事务，而且其举动是环环相扣。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日建交50周年的关键时刻，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参加中日邦交50周年的纪念活动，以缓解当前的中日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发展军备的计划正在加速。日本2023财年的国防预算要比上年暴增 20%， 首次突破6万亿日元的大关，并计划将其国防预算逐步提升到10万亿日元。日本还打算建造2艘排水量2万多吨的巡洋舰，发展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等等。观察中日关系的变化，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些公开的数据和官方的表面态度，而是要看日本在干涉台海事务问题上到底要做什么。最近日本干的2件事证明了中日关系正因为台海问题而变得越来越敏感，中国甚至要做好应对日本赌国运的准备。第一件事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故意派出舰只进入台海地区，甚至是一路南下跑到台中彰化外海一带，这是日本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一次试探。根据台湾地区当局交通部门发表的照片显示，4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借口躲避台风，一路南下行驶，几乎穿越了整个台湾海峡。日本的海保船躲避台风不假，但是为什么要抵达台中和彰化外海一带？这就非常值得推敲了。第二件事是日本计划从台湾地区撤侨的动态。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预计在中国大陆以武攻台时撤离在台湾岛上的大约2万名日本公民。日本议员串台时呢，已经与台湾地区当局就撤侨问题举行了闭门讨论会议，并且得到了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日本自卫队的撤侨行动可能在不征求中国同意的情况下展开，包括出动军舰进入台湾岛的军港，或者呢其飞机在台湾本岛降落。过去日本只是让其驻台湾的侨办负责演练撤侨事宜，这次是首次以台湾地区当局就撤侨问题展开官方谈判，并且呢双方还达成了一致。日本政府现在的台海政策的核心就是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但是呢又不得不面对一个中国的现实。所以日本自卫队如果直接武力干涉台海事务，那么就等于给了解放军直接对日本动武的理由，而撤侨正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借口，因为日本可以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来干涉中国内政，甚至直接出动舰机进入台海地区，干涉解放军的武统行动。日本在台湾地区有2万侨民，而规划的撤侨规模却高达10万人，这也就意味着撤侨也是给台独分子找出路，而台湾地区当局能够同意配合日本政府的行动，也是在为自己留后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这次借口因为遇到台风而进入台海地区，甚至等同于穿行台海，就是把躲避台风当成了撤侨行动，说白了就是一个干涉台海事务的借口。另外，日本此次让保安厅的船只故意穿入台海，也是对中俄联合军演表达不满。面对日本这样的无赖，中国的应对手段就是该强硬的时候就强硬，用实力获得尊重。对付日本保安厅的船只，中国大陆
只需要进一步加强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让其疲于奔命就好。而且中俄围绕日本进行的空中和海上联合军演也需要常态化，就是让日本时时刻刻感受到威胁。面对日本可能塑造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借口，中国大陆最好的办法就是宣布日本所谓的撤侨行动必须在解放军的行动安排下进行，或者不允许其擅自撤侨。对自行其事的外国舰机要给予严密监控，必要时给予摧毁。总体来看，日本表面上想缓和中日关系，但是从其大幅度的增加军费，建造2万多吨级的巡洋舰，以台湾地区当局策划撤侨行动，再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机趁机大规模进入台海，这一步步看似没有关系，实际上是环环相扣。日本已经变成阻止中国统一最大的变数之一，甚至比美国还更积极。我们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做好对日本右翼分子进行武力清算的准备。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